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有这么一个居士，他从小便开了天眼，能看得到前世，也能预言未来。他6世修成童子身，修习佛法，只为善化众生。他在打坐时，更是多次看到莲花盛开，诸佛菩萨显现空中，在佛法的加持下，治愈无数疑难杂症。他天资聪颖，在文坛、乐坛、画坛、宗教界，甚至是折纸艺术界都拥有着非常的成就和名气，但却从不贪恋任何的名利，也不依恋权贵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始终过着清贫、隐居、独身与清修，简单知足的生活。他就是著名的佛教居士，与生俱来拥有超感神通的修行者冯冯居士。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一起走进冯冯居士的传奇人生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冯冯居士出生在广州的一个普通家庭里，他的父亲是一位乌克兰军官，而母亲则是广西壮族人。虽然那时候他的家里并没人信佛，但是他却从小就喜欢吃素，不喜欢吃肉。不仅如此，每当他见到大鱼大肉，还会出现反胃呕吐的情况。哪怕是在当时最有名的大馆子的名菜，别人闻在鼻子是香的，垂涎3尺，而他闻在鼻子里却变成是腥的、臭的，如同尸味一般，一闻就想呕吐。当时谁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。冯冯居士的父母怕他总是不吃肉会导致营养不良，于是就硬是要让他吃些肉类，可他却死活不肯，结果导致几乎顿顿饭都是哭哭吵吵。直到后来他才知道，这是因为他有特异神通的缘故。他从小就能够做到透视人体，看到鬼神，在5、6岁的时候更是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排算八字。这一举动当时可是惊动了他父亲的那些朋友们，人们纷纷前来找他算命。神奇的是，他竟真的预言出了那些人的未来。非但如此，他还能和小动物们进行沟通，并且经常和猫狗、牛羊甚至小鸟、火鸡玩耍。在他的眼中，这些小动物们其实都是人类的转世，只不过转世之后的他们已经完全迷失了前生的本性，因为一旦投生成了畜类以后，本来的智慧都将失去，唯一能剩下的就只有本能与天真。再后来他又学会了禅定，在禅定中他不但能感应到诸佛菩萨，有一次他还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前世，原来自己的前5世都修成了童子身。于是他毅然决定，今生他也要做到断爱离欲。从这以后他从未恋爱，一生未娶，今生再次修得童子身，专注的修习佛法，只为善化众生。长大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拥有天眼通，于是他们纷纷写信打电话向冯冯居士求助。这个时候他这才知道，原来并非是人人都拥有神通，这是佛菩萨赐给他的。自他开天眼以后，他更是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医院里所无法确诊的业障病。就像他的母亲年轻时非常喜欢吃肉，结果年纪大了以后常常生病，并且动不动就得住院观察，而且这个病怎么都治不好。后来在冯冯居士的奉劝下，他的母亲开始慢慢戒除荤腥，只吃素膳。没过多久，他的母亲不仅变得白发童颜，满脸红润，连走起路来都变得身轻不贱。除了常常请冯冯居士看病看灾祸以外，还经常会有一些人特地来问他该如何发财。对于这些来求财的人，他这么说道：佛赐予我天眼，是为了让我用来辅助佛法，既是出苦度恶的。首先你们必须先前进佛菩萨，其次如果你们是为健康或灾难而来求佛，叫我运天眼的话，那我一定照办尽力。但是如果你们只是为了名利而来，那就是我不能为你们服务了。他也常常感叹自己所拥有的天眼通，我的天眼通相比于诸佛教的许多高僧大德们的神通来说，其实还差得很远，也更难忘于佛菩萨的伟大佛力的亿兆分之一。我的天眼通只不过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神通罢了，只要你肯信佛，肯发心，一定比我的能力强出不知多少倍。冯冯居士虽然拥有神通，但是他却从不以此自傲，反而长期刻苦修行。他通晓10种语言，16岁的时候
就以法文创作出了一篇短篇小说《水牛》，而开始在国际文坛崭露头角。多年来，他在文坛、乐坛、画坛、宗教界，甚至折纸艺术界都闯出了非常的成就和名气，但却从不贪恋名利，不依权贵，始终都过着清贫隐居、独身与清修、简单知足的生活。对于他的这般生活态度，曾有人问他，明明能够高调过一辈子，为什么却选择如此低调而简单的生活？对此，峰峰居士曾这么说道：事实上，我无事不亲自为之，剪草、修树、种植蔬菜、修房子、做家务、砍柴、铲雪，招待访客、弹钢琴、写佛曲、写佛教文章、拜佛，还得照顾母亲起居生活，为人诊病，每天都非常充实。我的心智寄于浩瀚的佛理与无涯的宇宙，我知道永恒的佛性才是最大的快乐，我知道佛心慈悲布施才是最大的乐，清净无欲才是真正的乐。所以我以恢复佛教的超自然宗教地位为己任，我以参与弘法扬教、广度众生出苦出恶为最乐。为此，他还常常劝人多行慈悲，多捐助医院、红十字会，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们，并且他也从不经手任何的慈善捐款，都是劝人直接捐给各大慈善机构。他只希望人们能更加虔诚拜佛信佛，多做些慈善事以行佛心。他常年不懈弘扬佛法，为了利益众生，可以说是呕心沥血。逢逢居士的一生续写着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，只为让更多的人能够得闻佛法，走上清净自在解脱的彼岸。最后，小编再来分享给大家一个逢逢居士持楞严咒的神奇经历。昔日我在金山寺获得宣化法师教诲，他亲授我楞严咒，后来他又寄赠家母楞严咒经本。不过我根气太差，此有小事，最糟的是没有恒心耐性，念经是一曝十寒，一阵子整天念，过些时却有好几天忘了念，又贪玩又爱看电视，所以始终没能把楞严咒全部念熟，真是既笨又懒。念经念佛懒惰不勤，摄服不了乱心，于是贪欲、嗔念、愚痴、疑神疑鬼，困惑便一一来临了。我天天都得从头再练，法师讲的真是一点也不错，我真是惭愧得很。楞严咒也的确是太难念了，我念了几年也记不全，而且还得常常看着本子念，搁下几天又忘了一些了。大悲咒可容易念，记得全，金刚经也记得全，楞严咒我真的是没法子，自己太笨。咒中的梵文元音好像都差不多，很容易使记忆混淆，大概都是普天诸佛的名号，所以诚心一念楞严咒，群魔恭敬退避。法华经说诸天有200亿佛，弥陀经说有10万亿佛，其实宇宙中佛陀何止此数，宇宙中无处不佛，历经无量无限僧祇劫以来，有无量佛，佛号在咒中保持梵音，可能在念时产生若干特殊音波功效，摄服群魔。现代科学运用音波可以治病，又可以做很多机械工作及引起物质的物理变化。佛家念楞严咒的万佛佛号产生微细超音波，自然可以请来佛力降魔。比如我数年前居住的一座70年旧宅，时常有一个4、5岁大的西洋小女孩鬼影出现，她不时进入我的卧室，好奇张望。宅前马路对面有一棵大树，每年必有人开车撞上，车毁人亡。8、9年来年年如是，最后一次撞车还是一男一女，我半夜闻声出现，亲见两世的灵魂。女鬼想进入我家，被我斥止后，就只能寄身在大树内，起先啼哭，后来日久之后，招来一批年轻野鬼，时常窥伺过路车辆，要找替身。宣化法师教我念楞严咒之后，我和家母合力共念，念了几页，我看到不知何处涌来千千万万的白色莲花，把大树的女鬼载走，越去越远，女鬼不情愿，却身不由己。以后清静了一阵子，那一年没有再发生车祸死人。我们搬家出来以后，那大树又附了好些鬼魂，而且那女鬼又回来了。接着那处地方又再次出现了车祸，并且总有人横死，现在我都不敢再去那里了。而现在的住宅，我初搬来时，白天也常能见到一个瘦小西洋老年男子不停吐口沫，晚上会见到一个肥胖西洋老妇，
笑容满面到我房中，笑容满面，并亲热称我为儿子。我知他们是异物，但我不为，我就念佛念楞严咒，他们并无恶意，说是来看看故居，又说是很喜欢我照顾房子，以后他们就不再出现了。我记下他们的面貌特征和衣着打扮形状，访问邻近的老人，我一提，他们就告诉我那是房从前的主人主妇，都是医生，已经死了10多年了。现在我们供奉了佛像，从此再没什么鬼物出现。家母念经比我勤恳，她天天都念，一开始慢慢一段一段学念，后来居然把楞严咒念熟了，可以背得下来了。舍下后园有一株50年梨树，每年春天2、3月开满一束花，像一座宝塔，梨花洁白玲珑，有几分梅花的样子。按说梨花每年只开一次，到了夏天结果时，冬天成熟。但是在去年，奇怪的事却发生了，老梨树突然在秋天第2次开花，那时已经梨实累累，竟然会有一株突然长出花蕾，又开出花朵来了。梨开2度，这可不是新闻。家母和我密切注意它，后来它居然也结小梨，我们采下供养，没敢吃它。要知道，虚云老和尚当年在广州六榕寺说佛法时，夏秋之间也是桃花突然盛开，轰动一时。我们毫无道行，怎可起彼虚老？不过家母念佛至诚，日夜不懈，梨花开2度，刚好在他窗外，不知是否他勤于念佛所获的佛力现瑞。除了这一推测外，我委实找不到较为合理的解释，也就姑且如此附会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冯冯居士的一生处红尘而断爱欲，至修力行菩萨行，清净有为真自在，实为我等信众之慨。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